准备战斗。兄弟们，准备！是。混蛋，不该！太监，对不住啊，我们这也是奉命在修路啊。放！是。出兵啊！师傅，走。院长，后面车也没人，我们中计了。撤！师座，如您所料，身为一郎调去取食的部队，已经和共产党的游击队交上火了。这个身为一郎，还真是处处算计啊！恐怕这次共产党的人是在劫难逃了。通知驻守在曲石附近的2团，开几炮，给小鬼子助兴。师座，您的意思是要插手管这件事儿？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相比较之下，我宁愿看见身为一郎吃瘪的样子。传我的命令去吧。是。院长，死越来越多，怎么办？游击队人给我冲出去，死水交口子来！别冲动，鬼子这么多人，冲出去也只有死路一条。我们留下来，你早晚被鬼子困死，还不如冲出去试试，或许能有条活路。冷静点儿。现在冲也冲不出去啊！一定是36师来救我们了。对，36师在曲石附近有一个团的兵。院长，那咱别浪费人家的一片好心呐！接着！所有人立刻突围！大佐、中州へ出した兵士が第36師団の砲撃を受けて共産党に逃げられました。この敵必ずやスウェーランから撃ってやる。今急ぐべきはアメリカの捕虜を無事に受け取ることだ。はい。
干什么玩意儿？你烤什么玩意儿？我看你们还睡着呢，我就洗个澡，闲着也是闲着。今天不是要空运物资吗？我给个坐标放个信号。大牛，你会害死大家的。哎，我说四眼，什么意思呀？我怎么害死大家了？我起个澡放个烟，我怎么了我？你们在做什么呀？快把火灭了！報告します。前方に煙を発見。敵だと思います。よし。全速前進。队长，我刀子，你去警戒。是。大牛，你这么做会暴露我们的位置的。不是上一次我们接应物资的时候，不也是这么干的吗？之前都跟军部约定好了空投的时间呢，等鬼子发现我们早就撤了。可你现在这么做，不就是暴露我们的位置吗？我不知道这么多。那队长，那现在咋整啊？队长，刀子怎么样？有几十个鬼子朝我们这边来了，还是上次我们在沼泽消灭那帮鬼子的残余。现在走的话，应该甩不掉了。对待一群恶人，我们要比他们更狠。好，那我们就狠狠地打一仗。队长，这可不是我们的任务啊！既然烟雾已经暴露了我们的位置，那我们就将错就错，把被动变为主动。他们不是一心想要偷袭我们吗？那我们就去伏击他们。可我们的弹药也不多了。你可别忘了，我们之前在沼泽歼灭了他们一半的兵力，惊弓之鸟绝对不会恋战的。那这仗怎么打？他们从哪个方向来的？东边。好，我们就去东边。走。分散。撤退しましょう。ダメだ。反撃しろ。
全滅します。絶対。队长，这次是我错了，对不起啊。没有下次了。队长，走吧。走？我去哪儿啊？离开小分队。队长，队长，大牛是没有错，是我看错了人，是我的错。既然这是一个错误，那我们就要在铸成大错之前马上改正。我会给军部发电报，告诉他们情况，让大牛离开野人山。队长，别让我走，别让我走！队长，我有力气，我能杀鬼子，我能杀好多好多鬼子，你把我留下吧，队长。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我已经警告过你很多次了。我知道我笨，我知道我没用，留下我吧。我有力气，我能干活，我能做很多事儿，队长。我告诉你，在这里，每一个小小的错误都可能是致命的，这会害死我们所有人，你知道吗？拿着，拿着它，走。队长，留下他吧。赵半阔，你非得跟我作对是吗？我不是跟你作对。大牛有错，你可以罚他，但你让他离开，他走不出这片林子的，他会死在这里。那其他人呢？我要为其他人负责。那我为大牛负责，我用性命担保，我看住他。队长，经过这次，大牛也该长点教训了。是，队长，你就把傻大个留下吧。你就这么的，我找根绳子把他双手裤腰带上，我看着他。大牛，还愣着干嘛？快点表态！队长，我表态，我以后再也不犯错了，绝不拖累大家。最后一次，队长，原谅我。所有人立即打扫战场，把该带的都带上。队长，还不快去！是。对。都愣着干什么呢？是。100人もの帝国兵がわずか9人を取れないのか。本当に情けない。18師団の顔は丸つぶれだ。神尾隊、まだ何かあるか。ありません。我が兵士は立派です。敵を舐めたのは僕の責任です。僕はどんな罰も受け取ります。神尾君、私の顔はいい。大佐に恥をかかせるなよ。全ては僕の責任です。おじ様との関係はない。その言い方をおやめください。私は侮辱してない。
君に侮辱してほしくない。君の方がわかるだろう。もしも大佐の部下がこんなことしたらどうなるか分かってるだろう。隊員、おじさまに伝言してください。貴様は自分で破滅する。こちらに来ないか。機会をくれますか。大佐の顔に免じて最後の機会をやろう。はい。急げ！早く！早く！早く！大佐、米国捕虜の輸送完了です。さすがは大佐です。別の路線から捕虜を無事に届けました。備えあれば憂いなしだな。俺についてこい。はい。大佐、どこへ行くんでしょうか。人に会いに行く。アメリカ人の治療をするな。もしこの人の手を挙げたら、この町内には治療できる人間はいない。中国人か。信用できますか。人を黙らせる方法ならばたくさんある。院长，有一支鬼子队伍正向我们这边走过来。多少人？20多人吧。难道我们暴露了？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啊？不要着急，看看再说。你们先躲起来。卓燕，记住，沉住气。好，走。走。哎呀，快让开，快走！大佐，请。多日不见，最近生意可好？战乱之际，两样生意最好。第一样帮人办丧事儿，第二样看病。没想到边医生还喜欢这些洋玩意儿。在德国待了3年，有些习惯改不了了。对了，大佐，今天你亲自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吗？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背部总是有些酸痛。要不大佐，你坐，我帮你捏2把。
向来只知道边医生西医技术精湛，今天才发现你也精通中医推拿，边医生真是深不可测啊！大佐，你过奖了，我只是略懂一二。我们日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解救中国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特别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才。大佐，我跟你说过，我志不在此，我只愿做好医者本分。大佐，你今天找我来，不是只为劝我这个吧？我想请边医生跟我走一趟。去哪里？帮我看一个病人。当然可以，但是我不明白，大佐为什么会自己亲自来找我一趟呢？因为这个人对我很重要。好。冷静，别冲动。大佐、患者の容体はどうだ？安定しています。介绍一下，这位是松谷医生，这是边医生。你好。你好。边医生。病历。病人被弹片击中，头部受到了伤害，已经昏迷3周以上了。如果再不做手术，恐怕就会有生命危险。大佐。先生のおっしゃる通りにしろ。はい。准备手术。大佐、4時間が経ちました。大佐、ベン先生の腕を信じているんですか？彼に任せるんだ。俺は見る目がある。大佐は人材を大事にするんですね。彼は優秀だ。だが秘密を守るために利害強制、時が来れば弊害が少ない方を選ぶ。わかりました。手配します。はい。您怎么就一点都不着急呢？哎呀，来，你坐下听我说啊。我跟你讲，咱们院长那是被和和气气请过去的，那又不是五花大绑绑过去的，怕啥？来，吃个苹果啊！我说师傅，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能吃下苹果？
情况怎么样？病人已经脱离危险，不出意外的话，明天早上就能醒过来。不愧是边医生，医术果然是高超。宋刚军，你看，我没选错人。边医生果然医术高超，身为大佐，慧眼识人。侥幸罢了，病人还需要继续观察。这个手术只能治标不能治本，要想治本，还需要长期的治疗。那日后就得劳烦边医生了。治病救人是我的本分。边医生，身为大佐，有什么话您就直说吧。你就不奇怪我手里为什么有一个美国人吗？在我眼里，病人不分国籍，只分有病和没病。我只在乎我能不能治得好，其他的事情我不感兴趣，也不想知道。大佐，你放心，不该说的我一定不会说。边医生不仅医术高超，还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好了，我有些累了，想回去休息了。好，那改日我亲自登门拜谢。宋刚军，送边医生先回去。嗨，告辞。哎，院长，你回来了。老师，你终于回来了。对不起，让你们担心了。院长，鬼子找你干什么去了？手术。手术？给谁手术？那个美军俘虏。小心一点。刚才我已经看过病人了，他的身体状况已经稳定。他什么时候才能痊愈？这个说不好。那就谢谢边医生费心了。大佐，那我3天后再来复诊。3天，这么久？对，我要离开3天。家中的舅舅突然病重，表妹连夜来找我去复诊。大佐，我从小在舅舅家长大，舅舅和舅妈对我视如己出。那我的病人，大佐你放心，3、5天不会有问题。万一病情恶化了呢？这个人对我很重要，我很有把握，只要没有外在的伤害，一定没有问题。你舅舅家在哪里？我让司机送你出城。大佐，不用麻烦了。不必客气。你替我治病，我还没有答谢你。不过，这是有条件的。中国人有句话叫“迟则生变”，所以，我只给你2天时间。多谢大佐，2天之后，我一定回来复诊。それは偶然ですか？招待後にすぐ外出をすると。ここまで来た以上逃げる気はない。そうだ、特攻科の人間に伝えてくれ。あの医者に関わるものを調べろ。彼が帰国してからだ。はい。回圣心医院把我表妹接上。
是。院长，你看咱是不是再跟苏政委计划一下，想办法潜入到敌人的大本营，把人先救出来再说呀？腾冲是鬼子的老窝，就算加上腾北游击队的人，力量也差得很多。这么做反而会暴露我们的实力。我们不能就这么白白牺牲同志们的性命啊！那我们就放弃了。老师，既然我们与腾北游击队的力量不够，那不如联合36师。我也想过这个办法，最合适的中间人就是你和你父亲。可是现在你们的关系，我可以试一试。我真的很高兴你能这么做。我希望尽快和你父亲见面。我尽力。バカ、大佐の車だ。見えないのか？これが仕事ですのでご理解ください。こちらは神尾大佐の医者だ。大佐の命令で場外に送る。さっさとどいてくれ。はい。师座，小姐回来了。哼，我还以为她翅膀硬了，不回来了呢。哪能呢？一会儿小姐跟您求和，您就别端着了。父女间哪有什么隔夜仇啊？您就给她个台阶下。好。大小姐，您回来了。我爸他在吗？啊，师座在书房。他还生气呢。大小姐，想让师座不生气，您应该知道怎么办。还生气呢？你长本事了，重重警卫都能逃出去，还一招把我的卫兵打晕了。行啊，有你这样的女儿，我怎么会生气啊？爸，您非关我不可，我也是逃不得已啊。好了，您先别生气了。我先跟您说一件事情，党国大事。我没听错吧？一个小丫头片子，还党国大事呢？事关紧急，跟半阔小分队有关。赵半阔他们去了野人山，您知道的吧？野人山？看来您还真不知道。我早就跟你说过，连我的上级也一无所知。不对，你就是打听到了，打听到的也是假的。您不相信？那我给您引荐一个人，您可以跟他谈一谈。什么人？共产党在腾冲地下组织的负责人。共产党？卓野，你怎么跟共产党扯上了关系啊？爸，您放心，我现在没有什么党派。这个人是我在医学院的老师，您先别管什么党派不党派了，重要的是他掌握的信息。共产党也不可能知道这些，根本就是假的。那我要是给您这个信息的来源，您会信吗？什么来源？腾冲日军指挥部。卓野，你的故事编得不错，啊，我还真找不出一点漏洞。爸，您还不信吗？除了小分队去野人山这个消息之外，游击队还掌握了一个重要信息，就是他们去执行什么任务。您看，连您上级都不知道的消息，您不觉得这个任务有重要意义吗？
这我当然知道。你刚才说的那个重要信息是什么？前2天，日军向曲师调兵，这个消息想必您知道吧？他们为什么要调兵？是因为他们要押送从野人山俘虏的美国士兵。我就知道这事儿不对。美国人果然有份儿。你要引荐的人在哪儿？我带您去。老师，这是家父，这是我的老师边辰。感谢师座前2天出手相救。客套话就不用说了，说正事吧。没想到师座是爽快之人啊！你们打探到了什么？日本人把1名美军俘虏押回了腾冲，这个人我见过，我很肯定。还有呢？这个美军俘虏是从野人山押回来的。你们前一阵子派了一支小分队，也进入了野人山。你们共产党可真行啊，什么都能打探到。过奖。这些消息为什么要告诉我？既然美国人都参与进来了，想必师座会很清楚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我觉得这个美国人一定知道野人山里面的秘密。你们的小分队和日本人在野人山进行较量，成败生死就在一线之间。如果能从这个美国人口中得到一些消息，一定会让你们的胜算变大。我边辰代表共产党一方，请求师座帮忙，国共精诚合作，把这个美国人救出来。我能不答应吗？如果我不答应，你们恐怕就会让我背上一个破坏国共合作的恶名吧。师座，我没有威胁你，选择权还是在于你。如果你选择不合作，我也不会在背后说你的坏话。再说了，这个美国人和你们的小分队生死有着密切的关系，我觉得师座不会置之不理。这件事情跟你们共产党没有任何关系。你们这么辛辛苦苦是为了什么？国难当头，不分党派，共同抗日。国民党的兵也是中国人，他们的生命也很宝贵，联合起来，才能消灭日本人。师座，你不用马上答复我，如果你想明白了，随时和我联络。今回の召集は正体を消滅する方法を考えてほしいからだ。少佐、出陣させてください。わずかの敵に長い間うちの防衛範囲に好き勝手出入りしていて、帝国の有志にとってはとんでもない恥です。奴らは決して弱くない。奴らは各部隊から選んだ精鋭です。だからこそ絶対に油断はダメです。正雄さん、もしかしてビビってるのか？亀代の男に臆病者はいない。でも君側の正体を全滅させる最高の機会を逃した。少佐、どうかもう一度やらせてください。あの正体を生かしてイエレンさんの外まで見送るつもりじゃないのか？前！
们看，哎，你们快看！他奶奶的，这是人工建造。赛头，你别忘了，我们是在深山野林里。野人山嘛，本来就是这么诡异。但这还是有点说不过去吧？这有什么可稀罕的呀？别忘了，这是在缅甸，这玩意儿多了去了。你别忘了，我们现在是在深山老林里边，有这玩意儿那可就稀罕了。这之前可能是寺庙，时间久了就破败了，就变成这样了。行了，别废话，走。是。师座，这就是我的计划。那就这么定了。希望在合作期间，不会出现什么差错。尤其是你们深入虎穴，很可能会出现各种意外的状况。爸，你放心吧，老师是我见过最冷静的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没有个计划是十全十美的。我们会全力以赴，但求无愧于心。无愧于心。好，师座，合作愉快。你父亲虽然对这次合作他已经同意了，但是对共产党，他还是有防备心的。我爸这个人，有的时候很明智，有的时候又是一根筋。其实他对共产党的这种防备心理，都是敌对心态在作怪。以后啊，你需要更加多的耐心，让他消除这个芥蒂。你放心吧，我会尽全力去说服他的。当然，这件事情啊，也不能太着急，凡事啊都要讲究方法。所谓春风化雨，潜移默化，你明白吗？明白。对了，卓妍，你要隐藏好自己的身份，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一来是保护你自己，二来更容易说服你父亲。如果你父亲知道我们一起做了这么多事情，反而会引起他的反感，让你们的关系更加的尴尬。我懂了，老师。我请求加入这次行动。不行，这次行动实在是太危险了。国难当头，鬼子穷凶极恶，还有什么危不危险的呢？我不想总被你们保护着，我应该做点什么。好，如果你父亲同意，你就来找我。可是如果他不同意，你绝对不能偷偷跑出来。这叫破坏国共关系。我可承担不了这个罪名啊！爸，喝茶。你坐下吧。我早就觉得你在做着什么，没想到你居然和共产党搅和在一起。爸，共产党怎么了？现在不是联合抗日吗？在日本人面前都是中国人。都怪我太惯着你了。你知不知道，幸亏现在是国共合作。如果退到民国16年，你和共产党走得这么近，会给我们很多人惹来杀身之祸。爸，现在跟以前不同了，时代在发展，思想在进步。可是历史总在不停地重复。等将来赶走了鬼子，国民党和共产党会怎样？你想过没有？如果国共一旦再开战，我们父女之间该如何自保？国共不一定要开战啊，我们可以建立联合政府，
共产党、国民党本来就都是中国人，都是一家人。现在可以合作，赶走鬼子之后照样可以合作。有什么事情可以坐下来好好谈谈的吗？你呀，太天真了。我觉得是有这个可能的，对吧？好，就算国共再次开战，不变的是，您永远是我的父亲，是我最亲最亲的亲人。爸，我请求去腾冲，跟老师一起行动。不行，这太危险了。可我不能就这么待着呀，我总得做点什么。这是你老师的意见吗？不，这是我自己的意思。我想在为照办库做点什么，老师在阻拦我，让我来请求您的同意。如果我不同意，你是不是又要偷偷的跑出去？不，我绝对不会。我会听您的，老老实实在家里待着。但是我的心里会怨恨你，会埋怨你。爸，我宁可恨自己，我也不愿意恨您啊。你长大了，记住，千万小心，一定要注意安全。爸，您同意了，我就知道还是您最爱我了。集中火力，正面猛攻。没错，我已经跟各位讲得很清楚了。其实，我早就想有这么一次猛烈的进攻了。现在恰好有这么好的契机，真是天意啊！属下不是质疑师座，我只是有些疑虑。咱们现在好不容易站稳了脚跟，跟日本人形成了对峙之势，而且日本人在太平洋战场上失利，在中国战事陷入泥潭，形势只会对我们越来越好。这个时候为什么不稳扎稳打，而是急于求成呢？孙子兵法有言：“兵者，诡道也。”日本人也肯定以为我们会这么做。这个时候，如果突然来一次猛攻，身为一郎，肯定想不到。这样做会不会太冒险了？一旦失败，很可能会拼光我们老底儿。师座，你都想得到，师座会想不到吗？没有十足的把握，师座从来不轻易用兵。诸位，其实我早已经有了应对之策了，只是现在不方便告诉各位，到时候各位就知道了。前一顿的交战，我36师始终属于被动一方，我们弟兄们心里头憋屈啊。今天我要带领你们出口恶气。各位，你们信得过我苏某人吗？师座用兵如神，属下对你十分佩服，属下愿与誓死追随。属下愿誓死追随。谢谢大家。快进来！哎，你给我换个新的呀！哎，院长，人都齐了吗？都齐了。行动步骤大家都清楚吗？清楚了，清楚了。我就是担心36师那边能配合咱们吗？你放心吧，我爸既然已经答应咱们，就一定会办到的。啊，师座，这一次我实在是不太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要进攻腾冲城呢？我已经跟边医生那边商量好了，给鬼子来一个暗度陈仓。可是，
鬼子已经在城外设了2道防线，我们很难攻进去。就算能攻进去，我们也很可能会损失很大的一部分兵力。我们只是佯攻，不需要攻进城内，目的是吸引鬼子的兵力，让他们内防空虚，给边医生制造机会救出美军俘虏。原来是这样。传令下去，下午5点开始进攻。是。大佐。状況はどうだ？安定しています。なぜまだ起きない？それは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ベン先生は戻ったか？明日が期限です。分かった。师座，所有官兵准备就绪，就等您一声令下。进攻。是。報告。第36師団の猛攻撃を浴びてもう耐えられません。兄弟们，给我狠狠的打！おい松岡、貴様はどう思う？敵は反撃に転じますか？いや、36師団がここまで来るのは我が軍を食い止めるためだ。反撃とか撤退とかどちらもしないはずだ。では目の前の猛攻は何のためのものでしょう？交代ばかりではダメだ。隙を高揚するため主導攻撃をするべきだ。さすがです。その攻撃はあの男が作った計画だ。それとなく挑戦するか。よし、俺は一層付き合おう。各戦闘部隊に伝令。火力を避け5キロまで後退。反撃の命令をまで。はい。师座，鬼子已经撤退，放弃了第1道防线。看来沈尾一郎还没有识破我的意图。沈尾一郎纵然生性狡诈，但与师座的谋略相比，还是相差甚远。那我们今天就给他上一课。传令突击部队立即发起强攻，以最快的速度占领日军的第2道锋线。是。
大佐、スウェランの師団はすでに2つの防衛線を突破しました。実に面白い。スウェラン、どうあがいても我が軍の兵力も弾薬も十分だぞ。やりたければ徹底的に後悔させる。これからどうしますか？町内の各部隊に伝令。最低限の警戒を残して全員城の東に集結しろ。総力を挙げて反撃するぞ。はい。古い友に会う時が来たようだな。时间到了，我等你们好消息。请到。東の拠点に移動しろ。交代をしてやる。異中の指示を下さなかったのに何か間違いじゃないのか。命令書はないのか。松岡さんの下した命令だ。それだけではいけないんだ。ところでどこの部隊だ？何の資格があって聞いてる。福田隊長はもう東に移住された。そうか。本当に奇遇だ。名前は何と言うんだ？俺は院长。福田隊長からの命令だ。東の拠点へ行け。はい。福田隊長からの命令だ。東の拠点へ行け。松岡副官にしか従えない。福田隊長ではなく。分かった。くれぐれも気をつけろ。しっかりな。卓燕，你把风。你谁呀？别说话。大佐、敵軍は3番目の防衛線で食い止めました。強度の末だ。やっと反撃の時が来た。集結が完了しました。いつでも行けます。よし。すぐに出立だ。我が陣地を取り戻せ。はい。老外们在里面没事吧？没事。别回头！待て！ご用件ですか？
君らは何を運んでいる？銃です。仕事をサボってるんだろ？あ？男のくせに何本の銃も入ってないぞ。今すぐ弾薬庫に戻れ。もう一回弾薬を運ぶんだ。はい。戻れ。咱们还真去啊？那当然了，别回头，他们还盯着我们呢。不是我说，你又有什么新的想法了？他让我们去哪儿啊？弹药库啊，顺手牵羊呗。啊！行くぞ！長官、弾薬の補充です。入りなさい。はい、みんな運ぶんだ。早く早く！早く急ぐんだ。早くやれ！咱们还抬那么多弹药干什么呀？長官、準備できました。早く出発しなさい。みんな出発だ。急げ！走れ！急げ！急げ！早く！早く戻って手伝え！何があった？弾薬庫の方です。何だと？バカ者だ！これからどうしますか？今すぐ全員を回避させ、城門を閉めろ。はい。閉門しろ！师座，好消息，鬼子腾冲城内的弹药库被炸了。你确定吗？确定。鬼子刚刚增派了兵力到第3道防线，现在又撤回兵力。腾冲县内城门紧闭，拒不应战。哈哈，应该是卓元他们的行动已经成功了。你还别说，这些人呐，胆儿还真大。师座，那咱们要不要乘胜追击啊？我们这次对腾冲的日军突然袭击，只是为了配合共产党的营救。既然我们的行动达到了我们的预期效果，就没有必要再贸然行事。
那这样岂不是可惜了？或许，凭我们现在的实力，还无法撼动审美一郎的根基。况且，牵一发而动全局啊！我们36师的战事，会直接影响到我军对西南部的整个布局，所以需要谨慎行事，从长计议。好，我明白了。嗯。停，老师，已经到了36师的防线了，我们安全了。嗯。老肖、大乔，把箱子打开。好。这趟真是没白干啊！不但救了美国人，还得了这么多弹药。这不是你小子弹药库偷懒的时候了。嗨，我那是一时糊涂。嘿，你小子什么时候机灵过？嗨。 院长，他不会经不起折腾吗？情况不妙，必须马上抢救。雷子，哎，你带上你的人和枪支弹药先回去。你跟政委说，等我处理完事情就来找他。成，我一定把话带到。嗯，老肖、大乔，你们先回腾冲，医院的事情你们先处理着。卓妍，我们把人送到36师战地医院抢救。好，院长。 你的身份会不会？老肖，这个美国人的病情我比较了解。36师的医疗设备比较充足。行，那你们小心点。分头行動。是。まったくの恥だ。今夜弾薬庫の当番は誰だ？田中少佐です。しかし殉職しました。バカモン。一体。 誰の仕業なんだ。まだわかりません。何をぼーっとしている。さっさと調べてこい。はい。大佐、大変です。大佐、米国人が捕虜が。福田少尉、はっきりと話したまえ。アメリカ人捕虜はどうした？独房が急に襲われました。捕虜が行方不明になりました。なんだと？誰か。 を銃殺刑にしろ。大佐、勘弁してください。大佐、勘弁してください。大佐。どいつもこいつも使えんやつらだ。今すぐ全域を封鎖しろ。隅々までくまなく探せ。必ずやあのアメリカ人を探し出せ。はい。 师座，小姐和边院长已经把那个人送到了医院。嗯，那个美国人的伤势如何？伤势不容乐观，他们正在全力抢救。已经脱离危险了。幸亏赶回来的及时。 好了，你累了一宿了，赶紧回去休息吧，我在这儿照顾他。老师，还是你回去休息吧。我知道你想从他口中得知赵半库的消息，可是他现在还没有醒，等他醒了，我第一时间通知你。谢谢你。谢什么？所有的事情。等有了赵半库的消息，你再谢我也不迟啊。早点回去休息吧。